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4号上午在官邸召开记者会，正式宣布不参加下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。这也意味着他将近3年的首相生涯即将完结。岸田做出这一决定背後的原因是什麼？將對日本內政外交產生怎樣的影響？誰又將接棒成為新任首相？來看詳細分析。その際、自民党が変わることを示す最も分かりやすい最初の一歩は、私が身を引くことであります。私は来たる総裁選には出馬いたしません。14号上午的记者会上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自民党派系收回扣事件表示，作为最高領導者，必須毫不猶豫地承擔起責任。私が身を引くことでけじめをつけ、総裁選に向かっ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。去年底，自民党爆出黑金丑闻，多个派阀向麾下国会议员下达政治筹款派对券的销售指标，所售超标部分所得资金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，且不计入收支报告，从而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。今年4月，自民党对39名涉事者进行党纪处分，岸田原先领导的派阀同样牵涉此次黑金丑闻，但岸田本人当时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，引发广泛质疑。日本7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，基层日本民众不希望岸田文雄连任首相，超80%民众认为他作为自民党总裁，未就本党黑金丑闻负起责任。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指出，岸田此次宣布退选，其突然性不至于日本政坛发生的一场地震。他认为，岸田选择激流勇退，表面上看是为自民党黑金丑闻承担政治责任，实际上是由于他此前在处理该丑闻时的诸多决定，打破了自民党派阀政治的一系列游戏规则后，不得不吃下的无奈苦果。那么一方面，他是彻底打破对党内拥有近100人的原第一大派阀安倍派的政治架构，那么另一方面又打破了岸田、茂木、麻生3人领导体制，造成了麻生和茂木的强烈不满，由此事实上难以获得连任总裁选举的支持。那么再加上岸田推出的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，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很骨感。那么广大老百姓并没有感到经济好转后生活好转的实惠，因此岸田退选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内外交困、被逼无奈的一种选择。日本最新民调结果显示，岸田内阁当前支持率仅为21%，连续13个月处于30%以下的危险水域。面对持续低迷的支持率，不仅在野党阵营要求岸田下台，自民党内部也出现同样的呼声。日本国内舆论分析认为，岸田判断连任自民党总裁难度太大，因此放弃参选。现年67岁的岸田文雄生于东京的一个政治世家，上世纪80年代步入政坛之初，担任其父亲日本国会众议员岸田文武的秘书。2001年，岸田文雄进入日本内阁，2012年出任安倍晋三内阁外务大臣，同年接任日本自民党红十会会长，成为岸田派领袖。2021年9月29号当选第27任日本自民党总裁，同年10月4号就任日本第100任首相。岸田本届自民党总裁任期将于9月30号结束。根据自民党规定，总裁选举每3年举行一次，本次将于9月20号至29号举行。由于自民党是日本国会众议院第1大党，自1945年以来几乎不间断执政，该党党魁及总裁通常在国会首相提名时自动获选。这也意味着上台不满3年的岸田内阁将于今年秋季下台，而赢得自民党内9月选举的新总裁将接替岸田出任新一任日本首相。那么根据我的观察呢，岸田内阁的落幕对日本内政外交带来的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。下个月自民党总裁选举如何整合新的游戏规则，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。那么这势必会对自民党执政和明年众议院大选带来直接的影响。从对外关系来看，日美同盟和日本外交在岸田执政期间确实获得了充分而充实的提高。那么下一届自民党总裁，也就是日本新的首相，能否获得美国尚未确认的新的总统的信任，存在着不确定性
和不稳定性。谁将接棒岸田也成了外界关注的一大焦点。岸田宣布退选后，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第一时间表态称，如果能集齐参选所需的20名推荐人，将担起责任，为参选加紧准备。外界认为，这表明他已事实上表态参加总裁选举。日本民调显示，石破茂当前以26.2%的支持率位居首位。与岸田同岁的石破茂曾任防卫大臣、农林水产大臣、自民党干事长等职务。石破茂曾4次竞选自民党党魁均落败，但他在自民党基层组织中人气很高。无论是政治资历还是国内舆论来看，对石破茂都非常有利。但在自民党参众议员内的党内的支持度，石破茂并不高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是已故原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治对手，因此呢，也一直受到安倍派和他的政治盟友麻生派的打压，所以呢，他在党内难以形成他的一个领导气候。日本数字大臣河野太郎上月底也向副总裁麻生太郎表达了参选意愿。1963年出生的河野太郎同样来自政治世家，父亲河野洋平、祖父河野一郎都是日本政坛的知华派。河野洋平担任内阁官房长官时，曾于1993年就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发表著名的河野谈话，承认日军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、中国等地强征当地妇女的暴行，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。该谈话随后也被视为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正式立场。河野太郎本人毕业于美国乔治敦大学，英语流利，擅长通过社交媒体直接与民众交流。2017年至2020年间，曾分别担任外务大臣、防卫大臣。2021年，河野太郎参与角逐首相之位，结果败给现任首相岸田文雄。但河野太郎对历史问题的立场与其家族不同，更加激进。担任防卫相期间，他也主张强化日本防卫能力，重新审视国家安保战略等。还有一位热门人选，则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。今年43岁的小泉进次郎外表年轻俊朗，行事稳重，拥有美国教育背景，作为党内政坛新星被寄予厚望。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票仓和政治理念，也学习了其善于作秀、抓民众眼球的本领。自民党现任干事长茂木敏充、经济安全担当大臣高市早苗也获得党内部分支持。毛峰认为，此次总裁选战将十分激烈，副总裁麻生太郎等自民党大佬的态度将成为左右结果的关键因素。根本上，日本并不是民众直接选举，因此民调并不能代表或者说决定自民党总裁的选举。关键还是执政自民党内如何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。那么在岸田明确退选之后，唯一的麻生派以及现任干事长茂木，特别是原来有近100人的安倍派的政治势力如何动作，才是决定新总裁选举的关键。针对岸田辞职会对中日关系带来哪些影响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4号表示，对于日本内政，中方不做评论。他强调，中方愿同日方一道，在中日4个政治文件基础上，全面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，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、稳定的中日关系。毛峰认为，日本9月选举的背景下，中日、美日和日韩3对重要的双边关系稳中有变，其中美日关系的变量主要取决于下一任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，而美日同盟的基础是日本随美起舞，其围堵牵制中国的总体战略也不会有太大改变。那么岸田执政3年没有正式访华，虽然表面上提出了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，但实际上还是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挑战，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牵制中国的得力助手。那么面对日本新首相、新执政团队，中日关系如何化对抗为对话，化解不必要的争议争论，寻求以和为贵的最大公约数，成为了新的机遇，也是新的考验。